三生三世不生年要来了，三生三世不生年即将开拍，原班人马无望，程昱不是前两部的人选，连宋都换了，剧方希望杨洋、李沁出演，演员阵容引争议。随着三生三世系列《十里桃花》和《枕上书》的先后热播，不少网友都对他们的姊妹篇《不生年》期待很高，三生三世系列可谓是开启了国产仙侠剧的又一热潮，不仅特效逼真，剧情甜虐交加，全剧演员的颜值和演技都是在巅峰状态。而这次《不生年》将由油腻夜华杨洋搭档鸡腿姑娘李沁，全剧大量换角，你们觉得此剧还值得追吗？哈喽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三生三世系列由十里桃花开启，又顺势打造了枕上书，现在第三部《不生年》也要即将开拍了。毕竟是个系列，所以这三部剧作都是有很多联系的。第一部以白浅夜华的故事为主线，以帝君凤九的故事为副线；第二部则接连第一部，将作为副线的帝君与凤九升为主线。那么第三部也肯定是要将连宋和程昱这条副线升为主线了。相信看过这个系列电视剧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在前两部中，这一对的感情线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特别是在十里桃花中，连宋和程昱两人虽不是主角，但是他们的互动还是很吸引人的。正是因为这些主线角色的联系，才造就了三生三世系列的剧作。而且不光是角色之间的联系，十里桃花和枕上书也是采用了原班人马，这样既加强了剧情与角色的联系，又能保持已有的人气和关注，真可谓是一举两得。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部《不生年》是否依旧会采用原班人马呢？如果沿用同一个阵容的话，那么主角将会变成李东恒饰演的连宋和袁宇轩饰演的程昱，但是对于二人的知名度和流量来说，很有可能撑不起来这部剧。本来枕上书的口碑就下滑严重，如果是二人出演，只怕这部剧的口碑和收视率也堪忧。而且不生年是书粉心中的白月光，如果演好了，人们肯定会喜不自胜，演不好呢，岂不是把所有的想象都毁于一旦了吗？可能出于这个考虑，不生年将不会采用原班人马。而且根据日前所透露出的消息来看，剧组已经将男女主人选暂定为了杨洋和李沁，这两位主演的热度自然不用多说，但对于这个阵容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呀。杨洋在电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饰演的夜华，被称之是毁容的夜华。在电影版中，杨洋极其酷爱邪魅一笑，看电影的过程中已经数不清杨洋为夜华的情感里投入了多少次的邪魅一笑了。只记得夜华的笑容里充满了令人不适的轻浮和油腻感，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还有杨洋的一段拉面情节，只是做个饭展现神力。电视剧版本让赵又廷安静地做完了一顿美味佳肴，树立了居家好男人的形象，让人好感飙升。而杨洋却在厨房里尬起了舞，拉起了面。醒醒啊夜华，你是天族太子，不是火锅店的服务员呐。杨洋的夜华更是被网友称为史上最会做油泼面的男人，不少的负面评论直接把杨洋推上了风口浪尖，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都不敢接古装剧作。那么不生年不仅没有原班人马，还有油腻版的夜华，此剧还会好看吗？小编认为会，且听我慢慢道来。2021年，杨洋以《且试天下》回归古装剧，也说明了他已经走出了上次的阴影。在这次作品开机拍摄期间，杨洋的古装造型可谓是刷爆全网。虽然这部作品拍完了还没有播出，但是人气热度却是丝毫没有下降。最近网上又曝光了一组《且试天下》的最新路透，在这组路透传出之后，更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和热议，杨洋也因此被送上了热搜。难得看到杨洋再次出演古装剧，这可是瞬间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在《且试天下》拍摄期间，网上也曾曝光过不少路透照片，每一次有新的路透曝光之后，杨洋的古装造型都能够引起一场轰动，这一次也不例外。通过网上曝光的路透可以看到，杨洋在《且试天下》中的黑衣古装造型被路透了出来，照片中的杨洋一身黑衣，简直是帅出了新高度，眼神看着非常犀利，手里握着伞，剑眉紧锁，展现出气场。看着单薄白净，其实不是书生，而是一个绝世高手。他能在此剧中饰演反差角色，相信这次在不生年中也不会让我们失望。而女主李沁的古装造型和她的演技更是无可挑剔。在《庆余年》中，李沁的演技就备受好评，她演的鸡腿姑娘天真无邪，非常可爱。但是相比《锦绣南歌》中鸡腿姑娘的表演难度，根本不值得一提。《锦绣南歌》中，离歌性格饱满，既有小姑娘的一面，又有女汉子的一面，在各种情感之间游走，需要有随时切换情绪的能力。通过播出的剧集来看，李沁对于这个角色的把握还是很出色的，特别是赐婚情节，从仇恨到震惊到后悔，全程无缝衔接。
表演得非常真实。除了2位主演外，不生莲的剧情也十分有看点。在前2部中，程昱和连宋虽然是配角，但也都性格鲜明，角色定位明确，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早在《十里桃花》中，我们就知道了2人曾有过一段爱情的事实，只是并没有被延伸出来。但是光是看着2人作为配角的一些互动，也都让人很想磕。而且在不生莲中，程昱的身份也会被揭露，2人之间的关系也将会有一个大反转，实在是让人期待。此剧会分为2个部分，一部分讲述程昱和连宋在凡世的故事，第2部分讲述2人在四海八荒的故事，一整个期待住了。而且除了这些加持，《三生三世》系列的热度可是到现在都不减呢。《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刚开播时可谓是风头无两，不光收视率居高不下，剧中的音乐也火遍了大街小巷，还创造了不少的经典名场面。名场面1，夜华深深喜欢着凡人素素，在带她来天宫之后，素素一直受到素锦的迫害，在素锦一重重的计策中，素素不断受到侵害。最让人心痛的莫过于素素被夺走眼睛的那段剧情，而且还是夜华亲手取下的。素素经历了夜华的夺眼之痛，再加上素锦的刻薄话语，便产生了悲伤绝望的心情。他万念俱灰，已经没有了和夜华继续走下去的欲望了。他说：“你放过我，我也放过你。”当夜华赶到诛仙台的时候，已经晚了，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这便是他们在天宫之上困难重重而无可奈何的爱情。名场面2，夜华为了再次封印住擎苍，生进了东皇钟。他在拯救苍生与爱人白浅之间选择了苍生。当夜华升进东皇钟后，白浅哭着抱住夜华，不想看着他就这样离去，并埋怨夜华说，如果他就这么去了，他就再次找折颜要忘情药水，然后再次忘了他。而夜华还是希望他不要太悲伤，便轻声说道：“这样也好。”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竟也让人潸然泪下。因为我们看到白浅和夜华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后，希望看到他们好好在一起的样子，可事实却与所有人的愿望相违背，所以不免让人为之动容。名场面3，来自青丘的小帝姬生性顽劣，却偏偏爱上了9重天上最没有感情的一个人——东华帝君。他常常以报恩的名义接近帝君，表达自己对帝君的感情，可帝君从来没有为他心动。当帝君说自己在三生石上面没有名字的时候，凤九怎么也不相信这个事实，他急冲冲地跑到三生石跟前，一遍遍地找，却怎么也找不到。凤九伤心不已，他把自己的一根尾巴割下来，变成利器，想在三生石上面刻上东华的名字，可每一次写出来的字马上就消失了。然后他一遍自言自语地问为什么，这样的一幕看着只叫人心疼。还好在三生三世枕上书中，凤九和帝君2人迎来了甜美的爱情，虽然他们也遭遇了三生三世的情缘，为了彼此历经情劫，帝君甚至是为了凤九愿意牺牲自己，但是在最后2人还是幸福在一起了，还有了一个可爱机灵的白滚滚。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2人甜甜的名场面吧。名场面1，男女主在浴室相遇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会大声尖叫，会愤怒对视，会慌不择言。可惜这些偶像剧里经常出现的桥段，到活了几十万年的帝君身上根本不存在。他只是淡定地看着泡在水中的凤九，要不是凤九害羞让他转过头，帝君大概还能这么看个180年。不愧是公认的天上脸皮最厚的神仙。这还不算，当凤九巴不得一阵风逃走时，帝君淡定地叫住了他，然后捻着手递出凤九的肚兜，场面一众不忍直视。身为观众，小编都替凤九感到脸红，不过正是帝君这句恬不知耻的反应，让人又好笑又好甜。空中弥漫的不是温泉的雾气，更是暧昧的情愫，这样的名场面真是看得人小脸泛红啊。名场面2，在帝君下凡历劫的时候，凤九也是直接的被司命安排过去帮助帝君历劫，毕竟也是凤九打乱了这件事。最后凤九制造的一场邂逅，也是很好的勾起了王君的心。凡间的帝君简直满眼都是凤九，也是给了他全身心的宠爱。但是为了帮助帝君历劫，司命提出让凤九跟叶青提的私奔，也是很好的让王君吃醋。最后看到小九跳崖这段，当时王君的心也是已经死了，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跳崖的时候，王君的眼神中也是充满了温柔和不舍的目光。那一刻自己也想跟着下去，好在是将士们拉住的他，不得不说王君太不容易了。小九这一跳，王君的心也是真的碎了。名场面3，要不是知道帝君活了几十年都没谈过恋爱的事实，小编肯定会觉得这是个情场高手。身为天地间武力值最高的帝君，
为了戏弄美人，竟然会借一点点伤势就撒娇卖惨，先是主动示弱，露出伤口给凤九看，在展示伤口时还扑闪着大眼睛，撇着嘴，一副天底下我最可怜的模样，属实无耻。不过二人真的太甜了，是不是回顾了十里桃花和枕上书后，燃起了想追剧的冲动呢？如果杨洋和李沁真的出演这部大量幻觉的三生三世不生莲的话，你们还期待吗？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